耗子，你确定你这东西能直接吃不用锅吗？当然了，这可是我的新宠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只要往里一加水就能吃了。敌军还有3秒到达战场，全军出击！还玩呢？你都忙完啦？全部搞定了，饿坏了吧？走，吃东西去。不是，你突然拉我没反应过来。欣欣，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，是发自内心的幸福和开心，不是勉强自己。没有，这不是挺好吗？可是我现在有点弄不明白了，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个重要的人呢，还是一个过渡期退而求其次的点缀啊？哎呦，你想什么呢？我们俩从小玩到大，我找点缀也不会找你啊，是吧？想多了。那我怎么感觉，自从咱们俩在一起之后，关系反而没有以前好了呢？哎呀，这不是我以前跟你称兄道弟惯了，这突然间变成你女朋友了，我有点不习惯嘛。我以后努力，行吧？好，可能是我太敏感了。想吃什么？我们走。干嘛呢？一惊一乍。我们是来安慰你的。来，走，过来吃点喝点，聊聊心里的不痛快啊！走。老赵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！想不开什么？失恋啊！还有遥不可及的夭折。我们知道这2件事儿对你打击都特别大，但是你要难过的话，你就哭出来，别这么生挺着。不是，你们哪看出我不痛快了？嗨，不就是失恋了？敢问在场的各位，谁没有失过恋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还有这个遥不可及的夭折，他一定是在鼓励我做出一个更棒的节目策划。我相信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郑倩，你有什么情绪你就发泄出来，我跟耗子都在这儿听着呢。不是我说了我没事儿，别打扰我，我工作了。老赵，你要直视自己的内心。你的病根是失恋，你要正视伤痛，你才能走出伤痛。我和小宝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虽然我们2个失恋的时候是要死要活的，但是我们发泄出来了呀。最终我们也越过了那道坎儿，才换来了涅槃的重生。来来来，你们确定越过那道坎儿了吗？啊，耗子，你想象你大学的时候，你跟家人多甜蜜，多恩爱。那个时候你们一起去食堂，去篮球场，去图书馆，你打球他加油，他吃肉你吃菜。你的终极目标是不是就跟他一起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？
但是现在这些都不可能实现了，你难道一点都不难过？啊，还有小宝，你回想一下西西还在白日梦的时候，她多善良，多温柔，多么的善解人意。她不哭不闹，从来不对你发脾气。可是现在她要变成别人老婆了，你再也没办法跟她聊天吃饭，再也没办法名正言顺对她好了，是不是美滋滋？明明是咱俩为挣钱，怎么他没事，咱俩这么伤心啊？你说挣钱，曾经一个多么善良、多么阳光的少年，现在变得这么腹黑，可见受的刺激有多大。哎，兄弟们，好消息啊！有个制片人呢打电话给我，他手里有特别多的资源，想跟咱们一起合作开发。一个腾达的项目你还不嫌累啊？多个甲方多条目嘛，哪有嫌客户多的？他约我吃中饭，我回来等会好，谢谢。哎，我看他挺好的，这真像你说的什么受情伤很深啊？你这么一说，我也含糊了。要么就是我看走眼了，要么呢就是这货太要强了，一点痕迹都不显露。你怎么才回来？啊，昨天晚上和领导应酬，太晚了，怕影响你休息，就住在外边了。哦，对了，发烧好点了吗？鼻子不透气，难受死了。我的药呢？你不会没买吧？哦，我是觉得也没必要吃药。哎，亲爱的，我知道你现在不舒服，但是发烧也不是什么大病啊。再说你现在在备孕啊，吃药对孩子也不好的，对吧？我上网查了，那种药备孕期间是可以吃的。那网上的东西也不能全信。咱们为了孩子的健康，还是小心一点啊。又是领导啊！你好像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接过你们领导电话。说你吃不吃药的事儿，你说我干嘛？你每天应酬、喝酒、熬夜，你就不怕宝宝有问题？我发烧吃个药怎么就不行了？我呢也是为了工作嘛。再说，你不上班待在家里，那生个病也不耽误事儿啊。还有你刚才说那个话，我就听着就不舒服。我现在吃的、穿的、用的都给你赚出来了，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？这发烧跟生孩子比起来算什么呀？你现在不要这么娇气。我妈发烧的时候还下地干活呢，真的。不想和你说，你不给我买，我自己去买。哎，干嘛呀？我不让你吃，听见没有？你聋了是不是啊？你怎么能这么暴力？这样的你让我觉得好陌生。哎，你不要这么矫情好不好？我就稍微碰了你一下，你至于这么看着我吗？以前的你也偶尔忽略我，但是我知道，你是为了这个家在努力打拼。
所以我愿意包容。而现在呢，这个家还有我，在你眼里什么都不是，除了金钱，还有成功，你眼里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。金钱和成功已经成了你衡量一切的标准，你变了。也不是我变了，是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这样。我只是认清了这个事实，去适应这个规则而已，懂吗？你太可怕了，你的样子就像一个魔鬼。那个姚，哦，导演你好，我是姚佳人。啊，对，姚家人，你看我这脑子，一会儿啊，你跟悠悠把这场戏对一下啊。导演。哎，悠悠啊，怎么样？今天状态怎么样？导演，我觉得这场戏差点意思啊。你看这女二，也就是佳人，角色如果掉水里了，这场戏的张力一下就有了。啊，这想法是不错，不过这是场夜戏，这个天气，这个水温，恐怕……佳人，你表个态啊！我可是帮你争取了加戏的机会，珍不珍惜就看你了。那就谢谢悠悠姐了，导演，只要为了戏好，我这边都没问题。好，加油啊，看好你。挣钱赚了。哎，你好，您就是给我打电话的制片人是吧？对，久仰久仰。走，我们上面坐这里。行。去。之前做那个厨房是厨师，现在就是掌勺什么的。车里是谁呀？哦，同事，我不是加班太晚了吗？就搭了个顺风车。哦，忘了给您说谢谢了。谢谢顺风车啊！陈芳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你不说要见我的吗？干嘛变卦呀？今天有点事，你先走吧。你等，什么事儿？哎呀，不是，女朋友的事儿对吗？哎呀，啊，行，先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好。又是领导。郑钱，解释解释吧。这不是那个制片人吗？你怎么会有这些照片啊？什么制片人呢？那是爆料姚家人和程总绯闻的狗仔。我觉得大家先别着急，这个事情有点蹊跷。楚总说是狗仔，郑钱却说是制片人。那你是怎么认识这个人的？他打电话给我，说跟白日梦有个项目要合作，我就见了他一面。
真是巧到见鬼了。你还有这个人的电话吗？给他打过去，解释清楚，免得误会。行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. 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这么说吧，我派人跟了这个狗仔1周，在这7天的时间里面，你是唯一一个跟他有过接触，而且只有你跟腾达有关系。可我真的是第一次见他。挣钱你别说，你好好看看那些照片，就凭你跟那个人那么熟了的关系，怎么可能是第一次见？你这么说就有失偏颇了，几张照片说明不了问题。这样吧，为了腾达的利益，从今天开始，腾达和白日梦之间的所有合作全部暂停。郑谦，你策划的新项目也一起先暂停吧。挣钱呐，出纵好心，不追究你后边的责任，你就自己偷着乐吧。啊？我理解楚总的决定。换作是我，我也不会贸然和一个有嫌疑的人合作。我接下来的话不是为自己开脱。爆料绯闻的人不是我，我希望楚总能够继续追查下去。如果这个人还留在腾达，终究是个隐患。我谢谢你的理解，我也希望你能早日为自己证明清白。我是因为白日梦才和贵公司合作的，既然闹到这一步，我也只好跟贵公司说再见了。琳达，那我只能说非常遗憾，抱歉。走。一石二鸟，既打击了腾达，又挫了白日梦的威风。策划这件事情的人不简单。我觉得他们真正的目标是腾达。白日梦这种小公司，他们也就顺手利用一下。可他们偏偏从姚家人下手，也许这些人的胃口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大。你是说，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城市啊？但这是我瞎猜的。不管了，反正这些乱七八糟的和我们也没有关系了。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？此处不容我，自有容我处。白日梦虽然没有什么大名气，但小活还是不断。但是和你对接的都是一些小公司，甚至是个人。这种甲方要求又多，预算又少，最麻烦了。哎，不如我帮你。白日梦工作室的成立理念就是服务共享经济下的小微人群。这些人虽然麻烦一点，但是也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。所以你放心吧，我有不着。你到底是在坚持自己的理念，还是可以和我保持距离？你想多了，你帮过我这么多，我都记着。耗子小宝还在等我，我先走了。挣钱。如果你改变了主意，随时来找我。楚总，我入行这么多年，这双眼睛啊，看透了太多。我敢肯定，这个挣钱跟狗仔绝对是熟人，不会看错的。我知道是你亲眼所见，但挣钱这个人我也有了解，他做事情只是图名不图利。
这件事情做出来，对他的白日梦还有他自己的名声，那只有坏处没好处啊。我觉得挣钱协议最大。这样吧，你再多增加一个人，跟这个挣钱一段时间，看看他有没有其他动作。增加的费用呢，你直接找我助理去报销就可以。楚总，在真相没查出来之前，我绝对不会收取额外的费用。我在这行最在意的是什么？是信誉。唉，这样吧，你放心，查出真相之后，我会给你个交代。好。你们走。欣欣，你先走吧。那人是谁啊？他叫老冯，是我一个朋友介绍的。他拍到了爆料程伯父、狗仔和郑钱在一起的照片，他怀疑郑钱就是爆料者，所以我让他派一个人多盯着点郑钱，看看有什么其他发现没有。没什么想说的？一会儿咱们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外面的饭也吃腻了，晚上陪你回去看看伯父，吃点家常菜。走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啊？那咱不是被陷害了吗？你怎么也不解释啊？我和狗仔的照片就被摆在台面上，所以即使我怎么解释，也摆脱不了嫌疑。这楚云飞也是，平时看着挺机灵一个人，他怎么就不能明察秋毫呢？行了，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，咱们还是想想白日梦以后该怎么办吧。还能怎么办啊？就像你刚才说的，接点小活呗，虽然吃不饱，但也饿不死。怎么？你有别的想法？其实和陈星分开以后，我一直在想自己是不是太自我了，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。虽然我一直坚持在共享经济下服务小微人群的概念，但是小客户确实沟通起来比较麻烦。你们也是白日梦的一份子，所以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。你这话说的，好像我们一点头就能有大活似的。琳达说可以帮我们找到大客户。咱们还是自己干吧，老欠琳达人情不好。我同意，吃人家的嘴短，最重要的是，怕这人情以后要你肉偿，得不偿失了。好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那咱们就自己干。辛苦你们了。辛苦。哎，你发现没有，老郑这几天好像没那么亢奋了，变正常。看来挫折也不一定是坏事。工作使我快乐，打起精神来。你当我什么也没说啊？不跟白日梦合作了，那你们下边有什么打算吗？虽然不合作，但是我们和白日梦又策划了一档新的节目。白日梦虽然参与了，但是版权在我们腾达手里。现在节目已经初具雏形，几个广告商都在跟我们谈合作。不错。大家来吃点水果吧。来，云飞，多吃点水果。哎，好，马上就好。刚才这个感觉特别好，怎么样？还能不能再坚持？能，导演。好，那个各部门抓紧时间啊，我们再多加一条特写，来，让制片部门准备姜汤，快，来。不就有个水下的戏吗？至于给那么多镜头吗？来，准备10拍，好，开机，预备，3、2、1。
开始。看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哎，非常好，来，赶紧把演员弄上来，来。来，赶紧。演得非常好，而且这么能吃苦，真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敬业的女演员。谢谢导演。回去以后洗个热水澡，别感冒了。知道了。哎，西西啊，你见我那个深蓝色的西装了吗？你自己脱哪儿了？我，哎呀，这不是吗？西西啊，我不是让你送洗衣店洗的吗？这都几天了，我下午要穿它的。楼下就有洗衣店，你嫌人家店小，让我坐1个多小时公交车送去高档洗衣店洗。我这2天身体不舒服，没有力气去那么远的地方。你要是着急穿的话，你就自己送去吧。我知道项目还没结束，但是您看清楚，合同上明明白白写着项目分3个阶段付款。我怎么会讹您钱呢？您看一下合同，您能不能有点契约精神？喂，不是，这有的客户怎么就沟通不了呢？我让他付酬金，非跟我说事儿没办完，就是不给钱。我知道服务小微人群会有一定的沟通成本，但没想到这个成本会这么大。没事啊，慢慢来吧，可能有经验就更好了。我就是刚开始脾气有点兜不住。这账本上写的，咱们这周一共做了4单生意，2单没付尾款，还有1单做到一半，客户说帮我先停一下，最后1单说方案不满意。我都出了第5个方案了，他到底要什么？他倒是跟我说呀！别激动，别生气啊，我请大家吃午饭。怎么了？没钱了？还是我来了啊？不，我都1个月没给你们发工资了，怎么能让你们请？咱们兄弟之间说这干嘛呀？工资倒是无所谓，就是再没进项的话，咱们这水电费就交不起了。你进来也不知道敲门。就我听说，楚云飞已经暂停和白日梦的计划了。你的计划第1步成功了，第2步什么计划呀？挣钱，你在忙吗？我这公司啊有个项目，咱们可以见一面聊一下吗？你吃饱了？杨晨光说，红硕有个项目，想和我聊一聊。你不会动心了吧你？郑田，你不能去，你忘了杨晨光坑过咱们。我没忘，但是咱们工作室都快揭不开锅了，这大小也是个机会，我去谈谈又不掉块肉是吧？挣钱，不是，我回来肯定跟你们商量，我去谈一下，去吃啊。挣钱来了。师兄，你微信里跟我说红硕想做一档综艺节目，具体的方向什么都定了吗？不着急聊工作，咱们
这么久不见了，最近好吗？挺好的。孔浩和小宝还好吗？哎，西西呀，总念叨你们。你看，咱们虽然是校友，但是毕业以后啊，就各忙各的，再加上一些误会，关系疏远了不少。我觉得以后还是要多走动走动吧。师兄，你们想做的这个综艺节目是户外的还是棚内的？哎呀，你真的是一点都没变，还是那个工作狂。好，那我就和你聊一聊这个问题。我们对做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啊，并没有明确的定论。我今天让你来，就是想听听你的看法。我的看法啊，我觉得这2年的大环境的话，真人秀节目会比较火一点。对，但是如果说大家一窝蜂的去做真人秀的话，那竞争就太大了，很难做得出彩。对，所以我个人觉得呢，咱们尽量不要盲目去跟风，还是应该要去开发一些新的节目形态。哎，那个遥不可及以后，是不是腾达又做了一个新栏目啊？你也参加了是不是啊？我对这个腾达新栏目倒是挺有兴趣的，你能不能透露一点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是想知道他们这个新栏目的核心概念。不过你放心啊，现在综艺节目里没有明确定义什么抄袭的。当然，我们到时候也会修改一些细节，不会让腾达抓住把柄。咱俩都是校友，你肯定会帮我吧？啊？对不起啊，看来我们没有机会。哎，挣钱，师兄，我还是要劝你一句，现在机会遍地都是，别挣不该挣的钱。哎，挣钱。喂，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，先生，这个巴洛克风格跟北欧风格是融不到一起的。啊，对。出事了，出事了！那行，到时候给您回过去。哎，您问一下您太太。出事了，这节目。这不是你当时打鸡血给腾达做那企划案吗？这么快播出了？什么腾达？这是洪硕的节目。洪硕的节目？那这明明是给腾达做的企划案啊！这是赤裸裸剽窃啊！我对这个腾达新栏目倒是挺有兴趣的，你能不能透露一点？我是想知道他们这个新栏目的核心概念。杨晨光曾经问过我腾达的节目内容，但是我一个字也没说。怎么回事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这项目当然是我们腾达原创的了，我们怎么可能剽窃别人的项目出去圈钱呢？好，一定会给您一个答复的。好，人都到齐了吗？都在会议室，不过您还有位客人在办公室呢。好，那你先进去。楚总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告诉你，我的调查没错。这就是证据。从上次见完面以后，我就一直跟着他。前几天他都没去过什么地方，也没见过什么特别的人，无非就是待在工作室里，要么出去找客户，碰一鼻子灰回来。
但后来有一天，我跟着他到了宏硕，从上去到出来，前后就只有30多分钟。而且后来据我调查，跟他一起出来的那个人是宏硕老板的得力干将。而且我隐约听到了他们在谈论条件和价格的话题。你们公司的内鬼就是挣钱没跑。不会的，别的我不敢说，挣钱绝对不会出卖别人。这怎么还出来个帮内鬼说话的呀？她不是你女朋友啊？你去领你的酬劳吧。你不会真的相信那个人的鬼话吧？你跟郑钱合作这么久，他什么人品你是了解的呀？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吗？宏硕剽窃了我的节目，提前上线，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。现在我的合伙人，有的要跟我解除合同，有的要告我，还有的要我赔偿。而你关注的点，却只是挣钱的清白问题。我知道你现在焦头烂额，可是没什么可是。欣欣，我现在才是你的男朋友，你最应该无条件支持的人是我。这件事情和感情无关。胡总，哎呦，现在怎么办？咱们的电话都被合作伙伴打爆了。要是现在再不给他们一个说法的话，咱们就会被他们生吞活剥了呀。召开新闻发布会，谴责白日梦工作室泄露公司创意、无视商业道德的卑鄙行为。去吧。喂，云飞哥。哎，欣欣。你在哪儿呢？怎么那么吵啊？我在外面呢。那个，昨天是我不好啊，对不起，我应该替你着想的。中午没吃饭吧？要不要来家里吃饭？今天我可能有点不方便，明天吧，欣欣。明天你想吃什么？告诉我，我带你去吃。行，那明天。好。啊，我挂了。作为业内的知名企业，恒大公司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？是呀，白日梦工作室这也太不守规矩了，太搞笑了。鉴于白日梦工作室的泄密嫌疑，我司从今日起。哎，这庞大公司是不是那个特别有名的传媒公司啊？对呀，这公司还挺有名的嘛。看来这事闹得挺大的，都上头条了嘛。我强烈谴责这种不道德的泄密行为。您怎么会把您私人照片发到网上呢？是，您可以选择终止合同，但是之前我们公司给您垫的钱，您得还给我。那您这样就不讲道理了。你还要我解释多少次？是楚云飞胡说八道，我们没有泄密。你爱信不信啊？我还不愿意和你合作呢。我告诉你，这合同终止了，我们不接了生意。气死我了！郑钱，楚云飞这是诽谤，咱得告他。对，告他，咱不能受这窝囊气。没有，我看腾达发的通稿，
人家的措辞无懈可击，怀疑白日梦，泄密嫌疑，他们句句都在暗指我们，可是通篇也没有给出实质性的东西。就是没有实锤，所以才是诽谤啊！我在腾达工作过，人家有专业的法务部，发的通稿都会字字斟酌，让你挑不出毛病。就算你告他，他有专业的律师陪你耗着。咱们这样的小公司，耗都被耗死了。那你说现在怎么办？咱们的客户已经对咱们丧失信任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咱们就没活干了。不光没活干，咱们前期帮客户垫的资金也收不回来了。咱们公司是现在负资产。别急，车到山前必有路嘛。还有什么路啊？再往前开，咱们就车毁人亡了。喂，妈。哎，我知道，我已经跑了好几家酒店了，人家都没有需求。现在这个行情不好，你也别太着急了。明天我再去看看啊。哎，好。家里有剩吗？海鲜卖不出去了，我爸妈急得快上访了。怎么会呢？你们家不是海鲜大王吗？同时共有好几个海鲜市场吗？你不知道，最近有好几家冷链公司进入了华海市场，我们家生意也大不如以前了。那没事没事，我们家事儿不重要。那个挣钱，你还是赶紧想想咱们白日梦该怎么办吧。我再想想，再想想。个人简历啊？你写个人简历干什么？找工作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赚钱的事不要你操心，一切由我啊！你就在家安心备孕就行，你当一个幸福的小主妇多好。我想工作。你没有工作过，你不知道上班的压力有多大。再说你那么单纯，你应付不来职场上那些勾心斗角啊。谁说我没有工作过？我在美术教室打过工，我喜欢充实自己的感觉。你那就是看孩子，你那做什么工作呀？我好好和你说啊，我在外面辛苦的打拼，我就是希望我回到家以后，你把这一切都料理好了。你看你现在还有点主妇的样子吗？你就整天想着这些不着边际的事儿，哎，你对得起我辛辛苦苦赚钱养你吗？自从我和你结婚，你没有给过我1分钱家用，我做饭买菜的钱都是我爸妈给我的嫁妆。要真说养，也是我爸妈养我，我养你。其实，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对吧？咱们，哎，谢谢。我是为你好。你没有工作经验，你找不着工作。艾薇师傅你好，你按这个位置来接我就行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好，拜拜。哎，是那个遥不可及的主持人吧？他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没认错吧？哎，你好，是手机尾号022的平行乘客吧？啊，对，是我。你要上车吧？
是姚佳仁姐姐吗？姚佳仁，那个明星，你们认识我啊？真的是你啊，佳仁姐姐，我特别喜欢你。哎呀，不是，大明星也打车吗？什么大明星啊？我只不过是一个小演员而已。太谦虚了，现在满大街都是你的电影海报。那你看，那不就是吗？对呀，虽然电影的女一是悠悠，但你的海报啊比她的可多了。网上还说导演特别看好你，我就是看了导演采访视频开始喜欢你的。导演的采访？你不知道吗？网上可都已经传疯了。啊，我找给你看。今天我想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位演员，他叫姚佳仁。这个孩子呢，极具灵性，写的也很好，又特别能吃苦。好多人都是因为这个采访视频开始喜欢你的，他们说你是又努力又漂亮的小姐姐呢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演戏这么认真的女演员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她。虽然这次事件对我们的项目影响很大，甚至对我们宏观体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。陈总，你在听我说吗？啊，对不起，你说。记者招待会结束后啊，预期腾达的业绩会回升，接下来他们会推出2个新节目。你觉得我们要参投吗？这事儿吧，让云飞把这个策划案送到这个项目部审核，合适的话就投，但是一切按照公司的流程来走，啊。好，知道。陈总，姚佳仁不在腾达，你对腾达的项目兴趣大减啊。哎呀，我想说的是啊，这次对姚家人的宣传工作做得非常好，辛苦你了。我执行的都是按着常规手段，您想出来的导演采访啊，才是这次宣传的点睛之笔。哎呀，之前的绯闻呢，对姚家人的公众形象影响特别的大，所以这次的宣传呢，达到了我们想要的目的。用现在当下年轻人的说法来讲啊，叫洗白了。陈总，姚家人知道您在暗中帮他运作吗？这点小事儿没必要让他知道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！哇，哎，这不会都是你做的吧？工作室都没钱了，还吃这么丰盛，全都是海鲜。这些呢都是小宝拿过来的，我就加工了一下而已。你们快尝尝，如果好吃的话，以后就我掌勺了。这一桌海鲜不少钱吧？小宝，你这是大出血啊！哎呀，没花钱，那都是我家里自己家的，卖不出去了，放那儿也是坏的，所以还不如咱自己吃了。以后天天吃海鲜。这好，我就爱吃海鲜。校长，咱们工作室现在这个情况，你想到解决办法没？那你还有心思琢磨吃的呀？我和小宝都快愁死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日子还得过吧。你放心，有我，那个工作室倒不了啊。而且你想，咱们从什么都没有到现在，遇到多少困难，不都扛过来了吗？相信我，没有过不去的坎。不是我们不相信你，而是，敌人太残暴了，明枪暗箭，防不胜防。要是你们都不相信我的话，没有，喂爸，郑乾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我当初不让你创业，你非得干，现在好了吧？整
个小区都知道，我郑胜的儿子不成器。爸，你听我解释啊，这个我网上说你白日梦泄密，你跟我解释有什么用啊？你那么有本事，你跟全国人民解释去。不是那个我。你在给谁打电话？当初我让你好好读书，踏踏实实找一个工作，你可倒好，非得瞎折腾。你没有那个金刚钻，你揽什么瓷器活？哎，是挣钱啊，别这么跟他说。你现在好了啊，把我的老脸、老郑他的脸全都丢光了。哎呀，你抢我电话干什么？喂。怎么了？找你什么事儿啊？那个，我把，喂，陈总。现在网上都说你白日梦泄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陈总，这个你听我解释啊，那个。好了，你也别解释了。当时琳达向我推荐你，我把我们公司运作的12个淘宝天猫店的推广都交给了你白日梦做。现在我不管你是真泄密还是假泄密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咱们的合作还是不能继续下去。陈总，那个我们当初签订了合同的，若因乙方丑闻导致合作终止，每个店铺你要赔偿我5万违约金，12个店铺一共60万。看在咱们之前都合作的还不错的份上，我呢就给你一周时间，你把钱跟到我公司参与了。你这是落井下石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随你这么说，1周见不到钱，咱们法庭上见。哎，你老郑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老郑，你说句话呀，老郑。挣钱是什么人，你不知道？啊？那晚上胡说八道，你也跟着胡说八道。孩子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你不关心他，就关心你那老脸。他要当初听我这个当爹的话，何至于惹出这么大的事儿？你真相信网上说的啊？我能相信网上说的那个话吗？但是我担心别人相信呢。3人成虎，你总知道吧？我现在是替他着急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这个别人怎么看根本就不重要。挣钱，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信任。给他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你信他。快打呀！打一等再打吧，要不然现在说不了2句话，我们俩有点急，消了这个气儿再说吧。哟，回来了！你这一天又是开记者会，又是谈合作的，累坏了吧？欣欣，你等我这么长时间，就是为了来怼我的？为了摆脱困境，不惜拖别人下水，踩着别人让自己获救，你真的这么心安理得啊？可是白日梦就是有嫌疑啊！嫌疑？你觉得那些记者还有网民会注意嫌疑2个字吗？他们只会看热闹，不嫌事儿大。你开记者会不就是想把泄密的帽子扣白日梦头上吗？
你和白日梦都是受害者，为什么就不能联起手来去追查真相？你为什么要急着甩锅啊？欣欣，商场如战场，任何时机都会转瞬即逝。腾达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我不可能用腾达的前途去开玩笑。所以你就不分青红皂白毁白日梦的前途？在商言商，我是个商人，挣钱也是商人，他就不会这么做。说到底，你还是为挣钱鸣不平吗？我和挣钱现在已经分手了，但他是我同学，在法律意义上是我的哥哥，我为他鸣不平有什么问题吗？可商场的游戏规则是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。挣钱既然进了这个局，就得遵守这个规则。白日梦不是小鱼，更不是虾米，它是大螃蟹。不管你是多大的鱼，想吞它的壳，你都得噎着。我们现在怀疑，剽窃者就是白日梦工作室，把我的老脸、老郑他的脸全都丢光了。老郑，看了我这么相信你，你还是不全啊！老郑，是你害了我们！老郑，看了我这么相信你。欣欣，度蜜月想去哪儿啊？南极怎么样？马尔代夫吧。好选择。浩子，我昨天晚上算了一下账，楚云飞这个记者发布会一开，咱们少挣了几十万的生意，再加上欠这个总、那个总的钱，咱们工作室很快就揭不开锅了。这个姓楚的真够狠的，用咱们的时候说的挺好听，大难临头了推咱们出去挡枪。这种人，我早晚得收拾他。你别过嘴瘾了，咱们还是赶紧想想咱们现在怎么对付过去吧。我昨天晚上才想起来，这马上又要交水电费了，咱们现在一点收入都没有，这钱怎么交啊？哎，小宝，上次诚心买二手家电那个 APP 叫转什么来着？哦，转。小宝，回头啊，咱哥仨收拾家当，看看还有什么不用的，都放在上面。如果转手快的话，可以先把这次水电费的窟窿堵上。郑田怎么回事？天天起得比鸡早，今天怎么回事？让他多睡一会儿吧。说实话，真担心他扛不住。哎，
担心老郑扛不住了？是啊，你想想，他和程心分手那是多大的打击啊！整个人都靠事业撑着呢，现在事业没了，我真怕他想不开，吧唧一下子。吧唧一下什么意思？吧唧一下子挂掉。逗你玩的，瞧乱瞎。不行，我还是去看一眼。耗子，老郑差点要自杀了。怎么？你看，就是这瓶安眠药，一整瓶都空了，全吃了。挣钱，怎么办？真被你说中了。平时看着没事人一样，一下就自杀了。上这儿要什么大120？挣钱，别吓我，挣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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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吓我，挣钱。朱哥，我没有看好你，一怎么地就想不开了。你让太年轻了，快点快点。干嘛了？这是在哪儿？老郑，你没自杀呀？自杀？我睡不着，我就吃2瓶安眠药。你吃2片，怎么瓶都空了？瓶里就2瓶，我就都吃了。那宝，就怪你每天大惊小怪的。什么怪我呀？你每天要死要活的，弄得我很紧张啊。我这个帘子嘛……哦，这……哎，小宝，你可真行啊！今天这事儿闹成这样，你有不可推卸责任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明明就怪你。行了，别说了。什么就是我呀？那你上去看看空瓶，你不也慌吗？我慌什么了呀？都是因为你叫的，我才慌。啊，你没慌，你没慌，你扇人家大嘴巴干嘛？我扇他大嘴巴不是关心他吗？我怕叫不醒。老郑，没事吧？老郑，你真的只是睡不着，不是自杀？我活得好好的，自杀干嘛？咱们这工作室都风雨飘摇了，他怎么还吃得下呀？他这状态呀，我看着有点瘆得慌。老郑，那个咱们工作室还欠着流程呢，别刺激他。我吃饱了，想睡会儿。你们要没事的话，也休息去吧。休息吧。哎，行，那你先休息，我们出去了。哦。保险起见，你把这屋里所有尖的能伤害自己的全都收起来。哎，他这屋窗户没有锁，看着也挺危险的。没事，这是2楼，顶多摔断条腿，要不了人命。哎，最近感觉怎么样啊？有当明星的感觉吗？还好吧。不过我走在大街上，还真的能被人认出来呢。可是离明星应该还是有些距离的。哎呀，我说你啊，还得多孝顺孝顺自己的父母，我相信他们特别为你高兴。哦，说到父母，我爸妈他们这一周就要来华海看我呢。真的呀？好极了。哎，你很久没见他们了吧？所以我还挺想他们的呢。可是这一次，我好像也没有太多时间可以陪他们。你知道，我接着这个电影又要见导演，还要围读剧本什么的，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老郑，
郑，你这每天除了吃睡就是打游戏，是不是有点玩物丧志？你们不都是这样吗？怎么在我身上就变成玩物丧志了？我知道，姓土的那个诬陷咱们这事儿挺打击人的，但是这事也过去2天了，该缓过来了吧？哎，我早缓过来了。啊，我工作，你们说我疯了；我不工作，你们又说我玩物丧志。其实我一直都挺好的。可是老郑，你平时很少打游戏的，你以前玩都是被诚心逼着的时候，你才会稍微玩一玩的。所以啊，本来我都不知道，原来生活可以这么轻松，每天只要睁开眼睛打打游戏，一天就过去了，也不用去想什么挣钱啊、前途啊，乱七八糟的，多爽啊！哎，你们是不是要问我那个陈总60万该怎么办啊？哎，我也不知道。再玩。好的，你说老郑不会就这么废了吧？挣钱这人要强，我认识他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他这样。腾达公司澄清先例事件后，预计推出一档新节目，目前已与电视台和网络平台签约，并于下周开始录制第1期节目。腾达传媒负责人表示，推动新娱乐媒体是促进网络文化发展的新路径，同时使电视变得互动起来，不再是单纯的表演者的表达，让所有人对娱乐建立正确的价值。小宝，明天有空吗？可以陪我办点事儿吗？先别告诉孔浩，我找你。所以就请大家期待吧。把老郑喝成这样，他倒是越混越得意。楚总，刚开完会吧，挺忙的。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就想问问你，人血馒头吃吗？王，真缺德啊你！竟然敢诬陷我们！王，干什么呢？住手！放开我！干什么呢？出去！放开我！苏总没事吧？没事。放开我！你给我等着啊！把他带出去。坐。坐。等着。年轻人啊，这次算你幸运，对方没有追究你责任。以后再遇到事啊，别这么冲动了啊！哎，谢谢你啊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行，快走吧。哎，哎，耗子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我好着呢，就是没狠狠揍这楚云飞一顿，心里有点小遗憾。我知道你怨楚云飞，我也怨，但是打人是不是有点过了？楚云飞把老郑害得这么惨，我不揍他一顿，我能咽下这口气吗？就是没想到他还装好人，不追究我责任。行啊，他不是要装好人吗？那我以后就见他一次揍他一次。
揍到他露出真面目为止。大不了啊，就是拘留几天，到时候保我。老公，闹什么了呀？是楚云飞抢你女朋友坏你生意，我这是帮你出口恶气。我对楚云飞没意见，倒是你，老给我惹是生非的。不是你怎么冲着我来呀？我这是在帮你呢。你要真想帮我，你就应该把心思用在正经的地方，想办法去把白日梦给盘活。我也想把白日梦盘活，可是我不是没这本事吗？这不就指望你赶紧振作起来吗？我知道，耗子也没恶意，他也是好意。工作室成立到现在，你们是不是有事就往身上推啊？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一定有办法解决啊？是不是很爽啊？老郑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们也想帮忙，可是我们每次一说帮忙，你都说不用没事，是不是？帮忙？我是怕你越帮越忙啊！我敢让你帮忙吗？我敢找你诉苦吗？行，你这意思就是怪我连累你了呗？好啊，那我们这工作室还做着有什么意义啊？散了吧！是没诚意，散了。那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啊？我终于知道程心为什么。你说啥？我说你外强中干，怪不得程心离开你。再说一遍。哎！以后爱干嘛干嘛，谁也别管我！你别让我振作了！My best. Our allies' town is ready. How may I serve? I'll do my best. Try 老郑，你一夜没睡啊？这辆车呢是 2.0T 的排量 ，BOSS 的音响系统，矩阵式的 LED 大灯，同时还有最新的 MMI 导航系统。可以说这辆车呢无处不体现出强大的运动基因。我个人呢也是非常建议您选购这辆车。嗯，不错。小宝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小宝，怎么了？问你话呢。你觉得这个车怎么样啊？啊，挺好。行，那就它吧。好，姚小姐，我们有专员呢为您办理临时的牌照，请您到休息区稍作休息。好。佳佳，你怎么突然有钱买这么贵的车了？我最近接了一部新电影，片酬可高了呢。是吗？那恭喜你啊！你今天叫我过来帮你看车，我也不懂，没帮上什么忙。这车是买给孔浩的。这车是给耗子的。虽然我和他分手了，但是我还是很珍惜我和他的那段感情的。平心而论，孔浩对我是真的不错，总是竭尽所能把最好的都给我。那我现在也算是过得不错啊，我就想多回报一点他对我的好。佳佳，那你跟耗子还有可……小宝，这辆车呢，就是我和孔浩最后的交集了。你帮我把它交给孔浩，告诉他，
好好的生活，我会祝福他的。来了。来啦！进来吧。哎，这见面就见面吧，非约在酒店，孤男寡女惹人非议。你别乱说话啊！我这工作呢，百忙之中抽时间见你算不错。喝什么？可乐。哎，我说啊，我原本以为你这工作就是随便干的，没想到干的还挺认真，还干的挺好的。世界上只有我不想干的事情，没有我干不好的事情，懂吗？行行行，厉害啊！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其实我今天来是为了挣钱的。我跟他都分了，你跟我提他干什么呀？我是真的没辙了。我和小宝要是能解决，我也不会来找你的。你要是实在不想管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可怜啊，挣钱差点吃安眠药自杀呀！什么？他自杀？误会误会，其实就是个乌龙。他呢就是睡不着，想吃2片药睡个好觉。那你跟我说他自杀？但是老郑最近状态确实是特别差。他不是打不死的小强吗？再强的小强也经不住杀虫剂的天天喷呢。先是和你分手，后是事业受挫。前2天你那云飞阁在新闻上这么一闹，白日梦现在一单生意都接不着，而且欠了60万的外债。挣钱现在除了吃睡就是打游戏。挣钱除了吃睡就是打游戏？你确定你说的是挣钱，不是你和小宝？你也觉得不可思议吧？挣钱说他累了，不想再为这些事儿努力了。他这回是真的颓了。你要是不帮他的话，我怕他彻底废了。我知道了，我想想办法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见死不救的。爱情没了，情谊还在。哥们对你评价就2个字：仗义。行了，别拼了。我不要他姚家人的东西，你把这个给我还给他。家也是一片好心。什么一片好心的？出名的了不起啊，有钱了不起啊？我的青春，我的感情值这么一辆车钱吗？王小宝，谁让你乱收别人东西的？我告诉你，你把这个给我还给他，要不然别说我不认你这朋友。浩子，你跟佳佳也好了这么多年了，没必要闹得像仇人一样吧？他还跟我说希望你一切都好好的。那这车你还要不要？谢谢。你怎么回来了呢？做饭呢。啊，你不打个电话？要知道你回来，妈妈就给你做几个爱吃的呀。哎呀，不用那么麻烦了，您做的我都爱吃。郑叔叔呢？在里屋看书呢。我去跟他打个招呼啊。哎，把妈妈晾的那个感冒梨给你叔送进去。感冒药。进。哟，欣欣回来了，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郑叔叔啊。
你在看书呢？啊，这是我妈给您的感冒灵冲剂，您喝了吧。您生病了。小感冒，昨天喝点药都已经好了，就你妈不放心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哎。郑叔叔啊，我想跟您聊聊挣钱。怎么了？其实挣钱这一路走来吧，特别不容易。他现在遇到了一个坎儿，我觉得就只有您能劝劝他了。耗子说让我把这辆车还给你。不行，不行，这么说太伤人了。佳佳，耗子收到这辆车了，他说他特别感动，他说你是一个很好的姑娘，祝你一生幸福。然后，不行，这么说太假了。车钥匙呢？在这儿呢。走，带你兜风去。你改变主意了？你是要收下这辆车吗？哎，那就是你要原谅他是吗？不是你什么意思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耗子，你慢点开，你让我真害怕呀！妈，那不是我性格。慢点，超速了，耗子！别吵，没超速，限速80，我才79。先生，车我们会先拖回店里给您喷漆，麻烦你在这里签个字。我问一下，这车现在卖的话，大概能卖多少钱？您的车底盘有护板，车除了前面蹭掉底漆之外，没有什么损伤，折价需要2万元的维修费。行，那我就委托你们4S店帮我把它卖了，谢谢。耗子，你要卖车？我和姚家人在一起4年，他就那么把我甩了，我心里总是憋着气儿。直到收到这辆车，我才发现，我不是放不下，我是不甘心。他想用这辆车来补偿我，我如果不收的话，他心里总会过不去那道坎。所以啊，我先把这车收下，再把钱还给他。可是，你从哪儿弄那么多钱还给佳佳？卖车？不是，我没听明白。你收车、卖车、还钱，那你绕这么一大圈，你图什么？图他心安，让他觉得别再亏欠我。可惜啊，千算万算，没把我自己这车技算进去，把底盘给刮了。谁现在自己掏腰包不差价？小宝，回头你把钱帮我交给他，告诉他这情我领了，让他可以放下过去，轻装前行。可以啊，耗子，我支持你。你真支持我？啊，借我200块钱。让我这小便去。哎，别换别的，我就换这个啊。哎，我是不是电话响了？谁的电话呀？来，我看。领导的电话。哦，领导电话啊，这给我。你们领导怎么一天有这么多事情要找你啊？工作忙嘛。来，你先给我手机，我看一下。不打电话，改发微信了。肯定是工作找我。来，给你，我看看呀。你把手机解开，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少工作，让你们领导一天给你打3、4个电话。都是工作上的事。打开！你又不知道。我让你打开！谢谢，夫妻之间也该有点隐私吧？啊，你把手机先给我。
你不解是吧？你不解，我自己解。西西，起来！你怎么知道我密码的？急什么？你要是心里没鬼，你在急什么？我没急，我只是我看一看，好不好？好，你是不是又怀疑我？你总是怀疑我外面有人，你这样做，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呀？是不是又和我家黄脸婆在一起呢？哎呦，人家想死你啦！西西，这是什么？很好，你听我解释，西西，你听我解释，西西，谢谢。